本片讲述了一对小情侣专挑单身漂亮的女人下手，将她们绑到一个废弃的房屋内，再将她们残忍杀害。在短短几天内，两人就残害了数十名无辜女性。到底什么原因会让这两个木讷之人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呢？跟随大鱼的解说，深度解析这部电影。西门和金莲是一家蛋糕店工作的员工，一个是泼辣张扬，一个是内向木讷，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走到了一起。这天雨夜，在回家的途中，竟遭到一个妙龄少女搭车。上车后的美女竟将她湿哒哒的衣服褪去，光滑的肌肤瞬间展现在两人的眼前。接下来，美女的举动让两人感到很是害怕，将一旁的蛋糕均匀地涂在身上。完事后，竟拿起匕首向自己的手臂缓缓靠近。两人被这样的神操作惊呆，随后又拿出一把刀片。西门见状不妙，便将美女从车上拉了下去。谁知美女却死死地拖住门把手，死活不松开。西门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惊慌失措的他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就这样，美女出了事故。很明显，这个美女的精神有问题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两人将美女的尸体丢在了一个废弃的垃圾场。完事后就离开了此地。回到家的两人似乎并不感到害怕，反而激起了猎杀时的快感。也正是这样的遭遇，竟让西门这个木讷之人竟对杀人起了浓浓的兴趣。在金莲的教唆下，开始寻找另一个目标。这天，两人在学校的操场旁边寻找猎物，将目标锁定在了骑自行车的美女身上。就在动手时，西门却犹豫不决，迟迟不肯下手。无奈的金莲只好亲自出马，想夺过西门的方向盘，将美女撞倒。随后以上医院为由将美女绑架。两人将美女绑架到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任凭美女如何求饶，两人都无动于衷。在遭受完西门的洗礼后，最后将她送上了西天。完事后，西门的表情瞬間变得凝固，而金莲却是一脸的得意。随后在金莲的唆使下，两人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怖いよ。やっぱりこれ怖いよ。私だって怖いよ。だけどさ、あの晩みたいに燃えたいよ。自从这次过后，两人的食欲也逐渐大增，一顿要吃20碗拉面。这次两人又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贵妇的身上。送完丈夫的贵妇走到车前时，发现车门莫名其妙地被打开，就连自己的宠物都不翼而飞。这是一声狗叫惊动的贵妇，正准备和金莲理论时，却被西门用匕首威胁。惊慌失措的贵妇就这样成了两人的猎物，随后开车将她带到一座墓地。助けて、お願い、何でもあげるから、助けてちょうだい。受到惊吓的贵妇为了保命，只好按照西门的要求去做。一番洗礼过后，将贵妇残忍杀害。完事后，将她丢进墓碑里，潇洒地离开。这天上班的西门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路过，恰好被金莲看到，还声称她即将是你的下一个目标。西门听后瞬间脸色大变，便开车离开。其实西门也有自己的原则，对身为人母的女人坚决不会下手。但是怎样才能瞒过金莲呢？这时地上的一张明信片让西门有了想法，是一家按摩院的传单。于是西门心生一计，找一个按摩的女子代替那个母亲，完事后再将她残害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向金莲有个交代。回到家的西门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金莲，可在金莲的心里压根信不过西门。这天上班的西门在忙完工作后，意外碰到那天送给小孩气球的那位母亲。西门坐上去便开始搭讪，可这位母亲对西门似乎并不感冒。愤怒的他冲上去就将这位母亲送上了西天。奈何这次作案的目标在闹市区，要不是跑得快，险些就被发现。也正是这次的大意，让警方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。西门为此感到害怕，而一旁的金莲却满不在乎，甚至怒骂西门是个胆小鬼。愤怒的西门直接夺门而去，来到一家裁缝店，只见美女一人，西门瞬间杀心再起。一番纠缠过后，瞬间让他领了盒饭。此刻西门的心理已经变得极其扭曲。回到家，西门饱餐一顿后，便和金莲商量想离开此地，回到当地的老家躲避风头。可金莲却对西门说，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再准备大战一场。完事后在金盆洗手。听到金莲的忠告，西门便找了一家私人医院，绑架了一名护士。为了不引人耳目，西门决定将她绑到宿舍后再进行残害。当西门来到宿舍后，竟发现里面还有几名他的同事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同事们瞬间害怕起来。可对西门来说，这些只不过是他待宰的羔羊而已。随着同事们的哀嚎声，西门便开始大开杀戒。没过多久，几人就成了他的刀下亡魂。正准备离开时，
金莲突然出现，此刻的西门已经杀红颜，就连金莲也没有逃过西门的残害。现在西门的身上已经没有包袱，潇洒地离开了这个令他厌恶的地方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是一部让人看了脸红的惊悚犯罪电影，暴力带来的极端让人再次沦为野兽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毫无存在感，总是被欺凌的懦弱青年。当找到情绪的宣泄方式时，人的欲望就无止境地袭来。女主引导男主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，最后女主变得依赖男主。这时的男主已经控制不住杀人的快感，最后走向毁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快关注大鱼，明天见喽。